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央视点评野蛮生长，短短几句话，说到观众心坎上了。职场剧不再是所谓霸总言情剧的遮羞壳，市场上专业对口的励志剧是越发多了。在观众严苛的审美下，现在的剧组更多不是敷衍，而是极其用心。像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男主于途航天工作者的身份，原本随意拍2个在工位上的镜头就可以了，但是剧组偏偏诚心请教了相关领域的专家，用了很大一段篇幅讲述了工作人员的辛苦，将天空的浪漫与男女主的感情结合在一起，才算得上是对得起大家的荣耀。偏向于偶像言情的剧尚且如此，如今商战律政题材的项目是越发严谨了。开年之后，袁泉黄晓明的《玫瑰之战》，林更新谭松韵的《请叫我总监》均取得了不错战绩。这到了年底了，预计播出的《野蛮生长》也实现了未播先火的目标。央视官方账号多次提及，评价它的词汇仅短短几个，却完全说到大家的心上去了。央视偏爱赵丽颖，幸福到万家可惜没首轮上线，精准定位剧目核心。对有灵气的演员，制作优秀的项目，央视肯定是偏爱的。当初幸福到万家在拍摄的时候，平台就有意向想要争取，但可惜的是最后上星的事情定下，首轮播出版权，央视是没有拿到的。但这并不妨碍平台对剧目的喜欢，不仅多次夸赞，而且还专门转发了主演之一唐曾与刘薇的动态。主创罗晋的宣传视频也随之放出，如今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再次铺好。野蛮生长闪亮登场，平台用了时代励志剧与商战2个标签，来诠释出剧目的中心思想。原文不得往生本就是一个从商多年的作家写的，他创作初期的想法便是希望大众破除对所谓资本的偏见，想做生意，想成为老板并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故事里的女主角许半夏有这样的念头，希望项目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永远有干劲。那么有着深厚阅历的她，必然不会一开始就是傻白甜模样。相反的，她因为性格的原因，还显得很难接近与交心。这样的女主来作为商战片核心，是作者独特的设计，也符合当下审美。能做到老大位置的，必然是有心计有手段的。一个女人闯出一片天地，女性成长加商业刺激，剧的看点就出来了。同时，为了增加剧的利益，时代励志这个概念也从一开始就定下了。许半夏的成功，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胜利，更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生活好转的变化。商人的确很看重利益，许半夏也的确不是什么善茬，可他始终心纯。时代印记加治愈创业剧的另一大优势也登场了，多位大咖演员助阵，欧豪诠释闷葫芦兄弟，演员成剧目卖点。赵丽颖出演大女主，无疑跟幸福到万家，她是最大的卖点。但幸福到万家让大家看到了唐曾的王庆来，张可盈的何幸运，自然的野蛮生长的阵容也不弱，除开有大家的老朋友刘薇之外，李光洁与欧豪的名字也足够担得起演技派的名号。特别是后者，从选秀少年到大荧幕影星，被调侃多年资源咖的他，终于是凭情理一脚，成功逆转了大家对他的印象。在剧里，他褪去青涩的外壳，演绎一个话不多、知干识事的童潇齐。因为被许半夏的武力与智力征服，所以选择无条件的相信他。从莽撞到成熟，陪着许半夏一起长大，友谊之情超越一切。能还没播出就预定上星，看来野蛮生长的确有让大家期待的力量。这部剧是演赵丽颖的官方搭档，与胡歌联袂主演，无疑将成为年度获奖最多的一部剧。建议县党大院和野蛮生长是年底最期待的剧集。第一个是胡歌时隔多年复出，第二个是赵丽颖离婚后的转型。
而他们两人的合作也是相当让人放心的，都是负责制作永不过时的剧本的团队。现在两部剧的制作已经接近尾声，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即将播出的节目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两部剧竟然有同一个演员，这个演员的名字叫李光洁。他参演的两部戏剧都为他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由于他目前同时出演了两部广受好评的剧集，所以我觉得他在电影中担任主角，然后不得不主导节奏，有点像奶牛的屏幕。李光洁在电影《县委大院》中饰演9原县长，是胡歌的对手。据推测，两人将展开战斗。李光洁是不是坏人，我不能肯定。但为了让这两部伟大的戏剧合作，他们需要有令人惊叹的视觉风格，一些无法解释的情感深度，以及某种兼容性。说起《县委大院》，就该说是真正为今年的剧王策划的。导演为孔胜，以《琅琊榜》《山海情》等多部成功剧而闻名。这部电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并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上映。它拥有大量知名演员和有影响力的团体。它可能会节省日程，现在有点太冷了，但我希望它很快就会被取消。在不同版本的《野蛮生长》中，李光洁饰演赵丽颖的官方搭档。乍一看，似乎两人的年龄范围并不相配。然而，在预览后，房间里挤满了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匹配，因为商业战争电影通常以强大的男性和女性主角为特色，他们无法消费它。剧中出现的李光洁的一些造型也相当圈外。幽灵般的氛围布是来自雪地里的黑色外套，因为它太现代了。光看这张脸，我就觉得李光洁会圈粉无数。真的很期待看这两部剧，有种李光洁要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感觉。你觉得呢？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是这两部剧的粉丝吗？很快就会有谭松韵创作的另一部电视剧，导演还没有决定谁来演配角，男主和其他演员完美契合。在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花丛中，谭松韵被认为是既大体一致又相对较好的一种。即使她不是最高水平的女明星，尽管如此，旁观者还是很崇拜她。谭松韵主演的电视剧的收视率和播出时间通常都相当强劲。谭松韵参演了多部成功的电视剧，包括偶像剧、大学剧、职场剧，均获得了可观的播放量。谭松韵的职业生涯这2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她多次出现在多个致力于我们新时代、价值观闪耀中国、我们的10年的电视节目中。自2005年出道以来，她在娱乐圈被认为是个老女人，这是因为她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观众面前表演。尽管在娱乐圈工作了这么长时间，但谭松韵还是第2次出现在大量的电视剧中，与她合作的演员也比一个都更有成就感。景柏然和王凯祖均占据优势，第2轮预计不会产生任何争议。10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努力制作一部类似于谭松韵主演的电视剧，终于达到了我们的目标。它描绘了一个大学生为了改善那里的农业状况而搬回小村庄。他将通过开辟拖拉机机会来制定计划，技术正被用于推动新农村社区的发展。除了这部剧，谭松韵还完成了尚未上映的电视剧《迎风而行》和《归路》的制作。对于这2部即将上映的电视剧，每个人都同样期待着。据传，谭松韵目前正在拍摄电视剧《你比夜空中的星座还要惊艳》，与组合融合得非常好的徐凯是该片的合作演员。从第28条爱情法则开始，到雪鹰大人、乐游渊，最后是仙剑6，资源都不是最好的。这2者在圈子中占据的位置基本相同。尽管徐凯一直很顺利地融入了这个群体，而且素材非常好，但绝大多数都是偶像剧。谭松韵资源丰富，尽管如此，还是可以给予正面评价的。好的，虽然出道期间拍的偶像剧比徐凯多，但流量还是比较强劲的，发展速度还是蛮不错的。
徐凯的出道期比谭松韵短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谭松韵对他施压是不合理的。由于他们在身体上都无法支配对方，因此他们很有可能处于平等的地位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你比星光演进去女主角的时候更惊艳。由于她在创业过程中与男友发生争执，在他们在一起7年之后，最终与他分手。尽管在创办公司时遇到了许多障碍，但她最终还是赢得了一位有权势的总裁的钦佩。起初，她和主人公只是商业伙伴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发展成为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和理解的灵魂伴侣。这一刻，你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惊艳。演员已经选好了大部分，剧本还在酝酿中，导演和配角目前正在谈判中。下一个阶段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还没有决定。你相信徐凯和谭松韵有 CP 意识吗？